旅程第一步，要把猫送进猫的 hotel。这地方还挺大的。Goodbye, we'll pick you up soon. 我们像长途跋涉的样子，终于登机了。我们坐在前排。我们去 Iceland 没有其他的航班直飞，只有这一个 Transavia， 它就是那种平价航班，就跟国内的春秋一样，它连那个商务舱、头等舱什么都没有。它真的每一个那个座位都精细的分价钱。那种腿很小的那种就是正常的价格，像这样前排的座位，然后有很多腿部空间的，就还挺贵的。我记得我一个人是多付了60-70欧吧，一个人哦。No, we don't even see the owner. Hi. 终于到了酒店，这个就是一个 guest house， 然后房间不是很大，而且我们连主人的面也没有见到，他就是在那个房子上面留了一张纸条，告诉我们哪个房间是你的，钥匙在门上，什么什么这种，还挺好玩的。我们连人都没有见到，然后就住进来了。这里没有特别冷，我觉得我们可能带多了衣服，我穿成这样就还挺热的。冰岛街道的第一印象，没有人 ，Nobody on the street, nobody anywhere. Interesting. 早上好，我是小玉。今天是我们在冰岛雷克雅未克起床的第一个早上。昨天我们到酒店差不多9点多，快10点，因为有时差嘛，所以我们就觉得很饿，然后那个飞机上又没有给我们任何吃的，我们就决定出去找一个餐馆。这儿离市中心还可以，大概10分钟走路吧过去。去了一家特别好吃的，叫什么 The Punk Restaurant， 它的那个 cheese 就很好吃，它的鸡尾酒调的也特别好喝，还蛮赞的。第一印象还不错。我们现在要去吃个早餐，然后在雷克雅未克逛一逛。耶！出发。What's the guy doing there? 里边有电梯，然后上去就可以俯瞰整个雷克雅未克。今天天气不是特别的晴朗，他们也说雷克雅未克好像就没有晴朗过。我们现在在第8层，这是一个窗户，这个就是 top。我们就在最高层，哦，好大风！这一个脚台可以站上来。放我出去！不要放我出去，我会掉下去的。这里好高，它这个顶上四周就是给你一个小台阶，然后开了几个窗户，然后整个上面就是空的，没有玻璃，你就可以从这些缝隙，然后看到外面四周。还挺冷的这儿。
这个是那个 famous rainbow path， 可以从这里看到那个 church。今天的第2次出门，太冷了，我们要回来换一趟衣服，加上帽子，加上厚衣服。我本来以为我可能带多了衣服，可是没想到现在这么冷。第2次出发 ，Let's go。我们现在是在 The Settlement Exhibition， 就是讲 Vikings 他们从挪威迁徙过来，落地生根，然后建造家园。这里边展示一些他们用过的工具啊，他们房子的样子，然后他们打猎的动物的一些东西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 food court， 还挺远的一个地方。我们坐公交来的，然后那个公交很有趣，它车上刷卡的机器那个坏掉了，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刷卡，所以我们差不多是蹭了个免费公交过来的。外面一直在下雨，我觉得冰岛的这个雨下的不大，但是就很恼火，就是那种一直在下，下了一下午的那种，整天都是阴天。你看，我们还特意去买了一把伞，这个伞我觉得拿回荷兰去也不是很有用的。我的食物好了，开饭啦我现在要帮他找眼镜，可是我们今天要去 Blue Lagoon， 出发啦！我们刚刚租的那个小的 E-Stepper， 那边停了4个，都是在这儿取车的。我们订的那个租的车的地方是在这个 Blue Car， 他现在在里边办取车手续，好酷哦！我们开过来这一路基本上全是这种石头上面长着好多青苔，根本就没有树，然后车也很少。Whoa, this is the Blue Lagoon. It's very blue. 我们没有提前查好资料，没有订票，所以最早的时间段是今天下午4点钟，现在是1点多，所以我们订了那个，然后得去在这附近别的地方转悠，但是我们还会回来的，等着我。这一片蓝蓝的小湖水等着我。我们差不多来到一个就是在 Blue Lagoon 旁边的一个 volcano， 它好像不是活火山，叫 Gunnarfjör。这上面确实风超大，那里的那个水可以达到100多度。虽然那边也是有那个就是像 Blue Lagoon 一样的颜色的湖，但是这里是不给游客去沐浴的，因为太热了。咦，这是个啥？Can sit here。这个里边水不深，然后水很咸。在这里要尽量的把头发扎好，不然的话头发出去的时候就会特别干。我们的这个 premium 的 ticket， 它有 bathrobe， 有一个 towel， 然后还有一双拖鞋，你还可以有一杯水喝，还有还可以做那个 masker， 就是面膜。嗨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船，寻找极光，现在在山顶。